西西里像是一个神奇的地方，外面战火纷飞，而西西里的男人、女人永远的话题却是玛莲娜。一群身材走形、面部爬满皱纹的老女人，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，审视着这个美得不可理喻的女人，嫉妒她，看不起她，甚至各种污秽之词诋毁她。玛莲娜是一个美丽、性感但又不风尘的女子，她的丈夫黎诺是一个上尉，参战前把心爱的妻子带到了自己的家乡。玛莲娜拥有的精致脸庞、长长的卷发、窈窕的身材，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小镇西西里的焦点人物。独自生活的玛莲娜面对男人们的觊觎、女人们的嫉妒，她的眼神始终宁静，不理会周遭的一切。雷纳多在伙伴们的带领下，陷入了对玛莲娜深深的迷恋之中。白天，他骑着脚踏车跟踪玛莲娜穿过一条条街道，穿过喋喋不休的议论着的人群，他们个个无比坚信，这个孤独的美丽女人一定是去与情夫约会。然而雷纳多看到的是，玛莲娜在父亲的住所认真地照顾着自己年迈的父亲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他偷偷溜出家门，来到玛莲娜的房子前，爬上树上偷窥她的一举一动。雷纳多发现玛莲娜捧着丈夫的照片，泪流满面。她不仅不是人们诽谤的那样，而且是一个忠于丈夫黎诺的高尚女人。不久传来了玛莲娜丈夫黎诺上尉阵亡的噩耗，玛莲娜悲痛欲绝，没有参加丈夫的追悼会。她无从预见随之而来的灾难。小镇的男人们似乎终于看到了机遇，个个蠢蠢欲动。女人们的危机感使他们嫉妒心理不断升级。玛莲娜成了一个整日身着丧服的寡妇，但这并没有使她的美丽消退。已婚男人们为她争斗，使她卷入了一场官司。一时间流言更盛，没有一个人愿意相信她，甚至年迈的老父亲也不相信她的贞洁，而跟她划清界限。人们妄自想出她的不忠，使她唯一的生活来源政府津贴被停发。落魄的玛莲娜为了自己的名声，找了一个律师为自己辩白。她有什么罪过？她唯一的罪过就是太过美丽。这是肥胖臃肿的律师在法庭上为玛莲娜辩护时说的话，我想也是导演想表达的吧。这个男人在没有人愿意相信他的时候帮他赢了官司，却也在打完官司以后毫不犹豫地占有了他。他也只是想占有他而已。看着这一切，雷纳多流下了眼泪。官司之后，谣言更加肆虐，女人拒绝卖给玛莲娜任何食物，男人们因为怕妻子不敢聘用她，祸不单行。战争来袭，父亲被埋在了老屋的废墟里，玛莲娜变得更加的孤立无援，走到了饥饿的边缘。本能的需求使她没有拒绝居心叵测的男人们送来的面包、糖和他们的无礼。玛莲娜一步步沦陷，终于她无可奈何地成为了一个为人不齿的女人。她剪了短发，染了鲜艳的大红色，化了浓妆，甚至抽起了烟，举手投足充满了韵味。不变的只有她平静无波的眼神。当那么多打火机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，她的眼神一下子就暗淡了下来，让人很揪心。她的内心应该也是很难过的吧。曾经坚守了那么久的贞洁，如今却仅仅为了生存。男孩目睹了这一幕后，竟然一病不起。他知道他的女神已经走了，那个高傲冷漠的女人开始不得不向生活低头。残酷的现实压弯了她的脊梁，污染了她的美丽，剥夺了她的尊严，也摧毁了男孩的神经。漫长的战争过去了，全球都沉浸在喜悦之中，西西里也不例外。人们欢呼之余，想起了曾经与德国人交易的玛莲娜。小镇的女人们奋起批斗，拽着玛莲娜的头发，光天化日之下发泄着他们的暴力，野蛮地殴打着这个曾经让自己爱人魂牵梦萦的女人。围观的男人们却没有一个人上前帮助她。雷纳多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女人胡作非为，看着玛莲娜痛苦的挣扎，也无能为力。她的头发被剃光了，衣不蔽体，仅剩的一点尊严顷刻扫地。她浑身是伤，嘴角流血，挣扎地站起来，发出仿佛来自灵魂深处的一声嘶吼。玛莲娜压抑了许久的情感，终于在此刻全面爆发，所有的委屈、愤怒、悲伤以及对周遭一切的无能为力都化成了痛苦的泪水。最终他带着不解和伤痛离开了西西里，这个于他而言从未仁慈过的地方，可却是他的家啊。
雷纳多依然默默骑着脚踏车目送他至远方。他的离开使这个小镇归于平静，人们心安理得地享受着玛莲娜丈夫等人以生命换来的平安与祥和。有一天，人们突然惊讶地发现，那个阵亡的上尉黎诺拖着独臂回到了西西里。他们的诽谤立刻复活，还夹杂着一些虚伪的同情，铺天盖地起来。黎诺四处寻找他的爱人，所有的人假惺惺地隐瞒了事实。雷纳多鼓起勇气，写信告诉黎诺玛莲娜的去向和一切，还告诉他玛莲娜仍然爱着他。也许黎诺深知战乱带来的一切可能性和无奈，他带着对妻子的信任和爱，踏上了寻找玛莲娜的行程。当黎诺携玛莲娜再次回到西西里时，他们挺起胸膛，抬起头，迎接众人的目光。这一刻，这个男人的形象变得无比高大。此刻，他是一个绅士，妻子以前的遭遇他都知道了。他带着她一起回家，帮她找回了曾经失去的尊严，也让所有人知道，从现在开始，由他来保护她。看得出玛莲娜心有余悸，她挽着自己的丈夫，眼里含有一丝怯懦，但马上像以前一样高贵起来。年华易逝，曾经的美人也已经身材发福，成了一个中年妇女。讽刺的是，小镇上的女人们却纷纷向玛莲娜示好，仿佛之前的一切不曾发生。这个片段让人觉得可笑，又不可避免的沉重。是啊，当她不那么美丽的时候，当她的美丽不再具有威胁性的时候，当他们认为玛莲娜只是一个和他们别无二致的女人的时候，他们大度地接纳了玛莲娜。雷纳多不再是个孩子，他爱上过很多女人。他说，每个女人都问他是不是永远会记住自己，他回答会的。有一个女人他肯定永远不会忘记，但他从来没有问过这个问题。那个女人就是玛莲娜。雷纳多骑着自行车，依旧远远地看着她。当他手里的水果掉落在地，男孩迅速冲过去帮他捡起来，并鼓起勇气向玛莲娜说出了他们之间唯一的台词，祝你好运。而后骑着自行车逃一样的离开了。他逃离了他的女神，他的青春期，他一生挚爱的美丽，逃离了他为之感受到的痛苦。而这也是我想说的，祝你好运，玛莲娜女士。好了，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里。喜欢我们的节目，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。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